在湖南湘鄉的大山深處，無人機鏡頭意外捕捉到山谷裡開墾的田地，規整的田壟透着人氣。我們沿路探尋，路邊的奇花異草沿途綻放，滿是山野的神秘與生機。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天福。剛剛我們通過無人機發現，在這個山谷裡有一棟房子，但是我們並不確定是否有人居住。剛剛呢，我也在附近打算去詢問一下附近的村民，但是他們並不在家，所以我們現在打算順着我身後這條羊腸小道一路走過去，去看看那棟房子裡是否還有人居住。現在就跟着我們一起出發吧。嗨，大家好！現在我們來到了這個山谷的入口。我們發現呢，這旁邊栽種了很多這樣的樹。這個樹看上去像是桂花樹，但是不確定。屏幕前的朋友，你們是否認識這樣的樹？整個山谷顯得特別的安靜。今天的天氣又是豔陽高照，室外溫度38、9度。這裡還有當地村民種的菜。是的，種了一些蔬菜啊，這是茄子，還有一些芋頭。你看這邊呢，還有這種野生的板栗樹。雖然今天溫度很高，但是我們走在這個山谷裡面的陰涼處啊，還是比較涼爽。前面這個是什麼植物啊？好像從來以前沒見過耶。你看一下，這個是結的果子嗎？我感覺是花，還沒開。不認識。大家認識這種是什麼植物啊？這個是可以食用的嗎？我們每次走到這樣的山谷裡面啊，都能發現很多這樣的奇花異草，種了很多紅薯。這條路啊，沒什麼雜草，看上去應該是經常有人走。周邊的村民啊，在這裡打理他們的蔬菜地。這個溪流裡面的水啊，基本上乾涸了。這個小溪流應該是從上面的山谷裡面流下來的。但是最近湘潭這邊的雨水不是非常的充裕，所以很多地方都非常的乾。這裡種的是什麼？種的一些好像是一些蘿蔔菜吧，才剛剛發芽。你看我右手邊這個樹林裡啊，灌木叢非常的茂盛，這裡面非常的安靜。這一片地呢，應該也是周邊的村民的一些田地，只是現在都丟荒了，完全沒有耕種任何農作物。走在這樣子的羊腸小道裡，聽不到城市的車水馬龍、繁華與喧囂，只能聽到這裡的鳥叫蟲鳴聲，非常的安靜。而且呢，這裡的空氣啊也非常的清新。走在這樣的羊腸小道啊，我左手邊全都是一大片的野草，而且呢，這裡還開了非常多的野花，特別的鮮豔。我們剛剛沿着這個羊腸小道，大概走了20多分鐘。前面
看上去又到了一個三岔口，這裡又有幾只分支路。前面這裡是有一條路通往前面那個山谷，但是我們還是想繼續往前面這條羊腸小道前面再走個200-300米看一下。如果前面再走個幾百米，如果前面沒有路的話，我們再往返回來，再走前面這條路。我們剛刚一直往下面走過來啊，看到這一大片的土地全部丟荒了。再肥沃的土地啊，再美好的環境，沒有人居住，沒有人打理的話，都會荒廢，雜草叢生。所以說，任何一個地方啊，沒有人居住，將會被這個時代，會被大自然所遺忘。好了，我們現在繼續沿着這條小路往前走一下。你看面前這個青石板路看起來非常的古老，我想以前這個山谷裡啊，應該會有幾戶人家。以前這個地方啊，應該會非常的熱鬧。但是呢，隨着社會的發展呢，人都往外遷移了，都不願在山裡堅守了。哎，我們又走到了一個岔路口了，又要做抉擇的時候了。這邊是有石階上山，那上面剛剛看到無人機那邊好像是沒有人居住了。那麼我們繼續往左手邊的這條路往前面走。這個樹林裡面呢，還有很多這樣的竹子，叢林密布。對面呢也是竹子林。這裡還要用木頭、石頭搭建了一個小橋。是的，以前這個地方應該是經常有人走。這裡的蚊蟲還是蠻多的，到處都是小蟲子的叫聲。山谷裡面唯一不好的就是蚊蟲比較多，但是這裡面的環境特別好，空氣清新，負離子滿滿。你看這裡有一個稻草人。是的，我們看一下。哦，這個地方啊，是看上去是當地的村民啊，在這個地方開墾荒地，種植了一些蔬菜農作物。這個位置比較空曠，前面還有路，繼續可以往前面走。你看以前這種石階小路啊，證明以前這個地方肯定是有人居住的。這個芋頭啊，長得都有一個人這麼高了。你看前面是不是有一棟房子？哎，看到了嗎？那裡是的，但是那個房子看上去已經荒廢了，沒人居住了。我們等一下過去看一下。前面這裡有一口池塘，這口池塘呢，看上去不是很大，但是一般有人住的地方啊，它门口啊基本上都会有一口池塘，這個在農村啊非常常見。這裡又有一個岔路口，但是呢，左邊這條岔路口啊，很明顯是雜草叢生，沒有人再走了。但是我相信，以前這個山谷裡面啊，肯定是有人居住的，只是已經荒廢很久了。現在我們沿着右手邊的這條岔路口到前面那個房子門前去看一下。你看，以前的這個台階啊，石板階搭建的，這家人的屋門前還是比較空曠，但是看上去也是荒廢了很久了。這個前面都還像是菜園子，然後門口啊雜草叢生，不知道從哪個地方可以過去。我们就站在這個空曠的位置看一下吧。往這邊走，那邊雜草太多了，怕不安全。
哦，這個房子呢，看上去是近幾十年修建的，都是這種紅磚房。你看它的門前呢，還栽種了這麼多的芭蕉樹，但是因為主人完全搬離這裡了，所以周邊種的這種水果呀都沒有人打理，荒廢在這裡嘛。上面都還有芭蕉。你想想，以前這個主人吶住的這個位置啊，環境還是可以哦。周邊吶非常的安靜。它這個房子的選址比較好，後面有山，前面有池塘，有山有水。对，只是出行啊不是特別方便，但是呢，滿足一家的需求呢，還是可以的，自給自足。這裡空氣特別好，你看它這個芭蕉樹啊，還栽種的還比較多。门前這個看上去像是菜園子，只是人去樓空，完全廢棄了。這個芭蕉，我看一下哦，上面還有一只蜜蜂在上面採蜜。看這個芭蕉還沒有成熟，這裡面長得還有蠻多嘞。有些被鳥給啄掉了，因為沒有人打理。好了，我們現在往回走，走到剛剛那個三岔路口的石階那裡去看一下。門口這口池塘啊，隨着主人的離開啊，也已經廢棄了。以前這池塘裡的水，估計是從上面的山泉水流下來的，蓄積在這個位置。主人以前住在這裡的地方啊，養一些鴨子啊，養一些魚啊，是非常不錯的。而且它旁邊就是菜地，可以用於它園子裡的菜地的灌溉。這裡生活起來還是非常的方便，自給自足，完全沒有任何問題。我們還是走到這個岔路口來，這個水泥地面呢，看上去沒什麼人走。你看到處都是雜草青苔，前面有一個台階路，我們還是上去看一下，說不定上面有人居住。這個台階都還是水泥抹的路面。這個山裡面到處都可以看到這種紅蜻蜓。哦，又捕捉到了一只紅蜻蜓，它的尾部是紅色的，前面像蜜蜂一樣的，看着鏡頭 ，Hello。這種紅蜻蜓的它的眼睛啊，比蒼蠅都還多。通過這個石階上的青苔，我們可以看出啊，這條路看樣子很少有人走，兩旁的雜草都已經蔓延到了這個台階上了。在這個山裡面啊，蚊蟲還是特別的多。這裡面樹木非常的茂密，你看從這個位置看上去，這個高度啊都有30-40米高的感覺。這裡出奇的安靜。在這個山谷裡面修建這種大規模的這種石台階，它到底有什麼用途呢？你上面不知道是有觀光的景點呢，還是有人居住。它這個也是後期修築的這個台階，但是這個台階上啊，很多青苔。看一下上面是一個什麼情況。
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呀，这里面还是比较阴凉，没有晒到太陽，完全是遮陰的狀態，還是比較涼快。因為這兩旁都是樹，遮住了陽光。看樣子這個台階好像還有嘞，還沒有到達頂上啊。我覺得將這個地方重新開發一下，可以作為景區。哦，這裡還有轉彎的。哎呀，不知道這裡面會有什麼野獸出沒吧？像黃鼠狼啊。現在天氣這麼熱，我想他們應該也不會出來吧？躲在洞裡面乘涼是吧？哎呀，到了。哦，到了最頂上嗎？我看一下。啊，這是個消防水池。哇，這是一個什麼情況？消防水池。我們到別人的墓地來了。金盆養鯉魚，2018年，這是一個人工挖鑿的一個水池，看樣子是什麼古蹟嗎？金盆養鯉魚，它這裡是一個台階下去，人工的一個蓄水池。哦，到處都是墓地，難道這個水泥台階是這幾位墓主的家人修建的，專門方便他們來這裡掃墓的嗎？好，不過去了。但是這個地方有可能是當地政府挖鑿的一個消防水池。便於這個森林的護林的用途。我們又捕捉到一隻翩翩起舞的蝴蝶在這裡停在葉子上面休息。它的翅膀好像都缺了一角。對哦，受傷了嘛，這隻蝴蝶。好了，我們剛剛走過幾個岔路了。然後又返回到這個位置。我們之前經過這裡的時候，說那裡面有一條路，可能是通到那邊的山谷。我想，我們無人機視角下的那個房子啊，應該是通過這個羊腸小道進去。啊，剛剛走了差不多有個把小時了。現在我們重新走這條路進去看一下，再往前面走個幾百米，看情況。現在接近中午的時間了，非常的炎熱，爬了幾下台階呀，氣喘吁吁。你看，這裡呀有一個石階搭的一個小橋，我想這裡面應該是有人經常走，路上的雜草呢也還算比較乾淨。這邊，你看這一大片種了好多這樣子的紅色的果子嘞。是的，就搞不清楚這個是什麼水果還是蔬菜。前面那裡也有好多。哦，難道他們這邊盛產這個嗎？等一下，你用手機掃一下，看一下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。很好奇，在其他地方從來沒見過。這個裡面有信號嗎？有信號。嗯。我搜一下吧。你看這個石頭的搭建的一個小橋啊，都是有人在這邊走過，經常有維護過。你看這裡面
種了一大片的蔬菜呀，我想裡面肯定会有人居住。哦，搜出来了，是什么？这个叫做玫瑰茄。玫瑰茄呀？对的，茄子的茄，玫瑰茄。蔬菜吗？俗稱洛神花。哦。它主要用途呢，就是花萼，在花萼的地方，它可以作為茶，它的口感比較酸甜，也可用於製作果醬、果脯等食品。在醫療的領域啊，它還有一定的藥用價值，可以幫助調節血脂等很多。哦，那這個東西在市面上好像也沒看到有賣過。好了，所以我們出來呀，長見識。這種玫瑰茄呢，它主要是喜歡陽光充足的環境下生長。對的。那也就是可能在雲南、廣西、廣東那一帶，可能是種的會比較多，那邊陽光啊比較充裕。啊，這條路呢就比較窄了，這個高的坎吶，這裡都是一大片的菜地，經常是周邊的村民啊來這裡打理他們的蔬菜。現在我們沿着這條小路，靠山體的這一側，我不知道這邊的種蔬菜也需要水源吶。這周邊沒看到有很多的溪流，可能它這個地呀本身就比較濕潤，才能適宜這個農作物的生長。整個這一塊地方也是非常的空曠，左邊就是茂密的叢林。這就是水源吶，這裡口池塘。哦，是的，這裡弄了一個池塘蓄水、蓄雨水呀，再加上可能這個山裡面啊，還有一些山泉水呀流進來，用於這個旁邊蔬菜的灌溉。你看這裡還專門修建了石台階，可以方便取水。對的，這裡有台階可以下去。剛剛池塘那邊沒有路可以走了，但是這條路呢，哎呦，完全是擋住了，看上去非常的荒蕪。我估計前面應該是又是茂密的叢林。在這個山谷裡啊，我們兜兜轉轉，走了接近2個小時。但是令人可惜的是啊，我們通過無人機看到的那棟房子啊，如今已經完全的廢棄了，屬實讓人感到有點可惜。如果有錢的老闆呢，如果能讓這裡重新的規劃一下，那也算是個不錯的地方。畢竟啊，這裡有山有水，而且呢，我身後還有一大片的土地，非常的肥沃，可以種植非常多的莊稼。我身後這些植物啊，相信大家應該也是第一次見。這種植物啊，叫做玫瑰茄，有非常豐富的營養價值以及藥用價值。今天就算是我們長見識了。那麼本期視頻呢，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裡了。感謝大家的收看，我們下期視頻再見，拜拜。